苏小姐，何先生，这么巧你也来买书啊？是啊，我不是经常出差嘛，所以就在这酒店附近的书店转转，顺便挑2本书。苏小姐，这是来买？最近在学习煲汤，想过来买几本食谱。哟，煲汤。饭前先喝汤，胜过良药方。这汤可是好东西啊！你看啊，苏小姐，这广州有老火靓汤，福建有佛跳墙，吴越有腌笃鲜，这世界上好喝的汤可多了。不知道苏小姐喜欢哪一款呢？何先生对汤很有研究啊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推荐？那要看苏小姐您这汤是要煲给谁喝呢？我男朋友。那我推荐老火靓汤。这爱情的经营方式啊，就像这煲老火靓汤一样，需要长时间的煎熬。所以，这老火靓汤啊，等一下，我记一下。苏小姐，这煲字的意思就是文火慢熬，所以这煲汤的工具很重要，最好要用陈年瓦罐。这煲出来的汤啊，不只是可以果腹的食物，更是传达心意的媒介。所以这汤就不仅仅是汤，更是你苏小姐的一份爱意。何先生这么一说，煲汤的意义都升华了呢。哎，这煲汤本是一种生活态度嘛。这老火靓汤既有补药的功效，又不失鲜香，所以听我的推荐不会错的。谢谢何先生，可是帮了我大忙呢。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吃和玩，如果苏小姐不介意的话，不妨我们加个好友，以后可以多方便交流嘛。好。施总，今天早上有人匿名发布了一篇文章，里面提到了霍坚在任董事长的时候售卖假酒和伪劣艺术品的事情，而且这篇文章里还重点提到了蓝天湾项目，说他手中有我们蓝天湾项目的工程造价表。从造价表里面显示，我们公司为了利润最大化，准备使用人工热水来替代温泉水，并且还痛斥我们说这是欺骗消费者的行为。李姨，走吧。阿爷，出事了。目前这件事已经在业内和社会大众中发酵，集团的股价也受挫下跌。现在股东们讨论的关键在于是否承认网上的消息。必须承认，如果我们撒了一个谎，就只能用更多的谎言去弥补，最终只会导致公司的信誉彻底崩溃。我也这么认为。外面现在围了很多媒体，我们需要尽快商量出公关方案。最好的危机公关，就是预防在危机发生之前。之前假酒的事，我们已经内部纠错过。对于被霍坚出售过假酒的客户，我也列了一份名单，并且主动进行了联系。虽然目前只补偿了一部分客户，但是足以表明我们的诚意。希望这份补偿名单去应对媒体，至少能起到正面的作用。但是这次的重点并不是那些假酒假话，而是蓝天湾项目。这个项目对欧曼来说太重要了。我知道，我会想办法澄清的。石总，你先安排发布会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何江华说是有匿名人士给他透露的消息，列出的资料又很详实，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内部出现了内鬼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。等发布会结束之后，我想启动内部审查，我一定要把这个爆料给何江华的匿名人士查出来。好，我协助你。好了，我一会儿让客房部给你送一台空气净化器。刚刚注意到您鼻子不舒服。想要给他提供线索，首先这个人得认识他。说起来，
苏小姐，你上次在餐厅见过何江华吧？我是见过他，但我以为他只是一名普通的顾客而已，而且我说的做的都是在维护公司的形象。施总这是在怀疑我吗？我就是就事论事分析而已，你不用着急反驳我。好了，楚楚，我相信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当务之急是赶紧召开发布会，澄清之前的方案都是霍坚做的，并公布我们的新方案。好，我先去准备了。阿爷，我那天真的就只是碰巧遇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身份。别往心里去，外面舆论滔滔，施总他也是有压力的。我相信你，我会解决的。嗯。何先生您好，我是上次在书店加您好友的苏写意，请问方便聊一下吗？何先生，我看到了网上的爆料，里面有很多误会，希望能有机会和您当面解释一下。如果不方便见面，希望可以先电话沟通一下。哎呦，欧曼一直是我喜欢的酒店啊，我这也算房子塌了。Hotel World 这个号我可没少看，主编何江华很有品位的，我一直关注他。是啊，我上次在书店还看到他了。哎，当时他正跟一个大美女聊天呢。我是见过他，但我以为他只是一名普通的顾客而已。而且我说的做的都是在维护公司的形象。施总这是在怀疑我吗？协议。阿爷，你回来了，情况怎么样？刚刚已经给股东们打完电话了，这次发布会的结果，大家都很满意。那就好。苏写意，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施总，这件事我可以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为什么向何江华自曝欧曼的丑闻吗？都被拍到了，当然没法否认。先冷静一下，你回办公室，有什么误会，当面说清楚。不用，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清楚吧。好啊，你说。我那天去买煲汤的书，真的只是碰巧遇到何江华，他对煲汤颇有心得，所以我才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。连着2次都能让你碰到，是够巧。请教问题为什么还要看手机呢？还是说你在泄露什么机密？我们只是在加好友。那好，你现在打电话给他，让他亲口证明你的清白。我从一早就开始联系他，但一直没有回应，也就是证明不了了。我看这个所谓的微信好友根本就是你自己编造的吧？施总，厉董，我施楚楚不是胡搅蛮缠的人。何江华都说了，是有人主动向他爆料我们内部消息的，说明这个人一定存在。现在苏写意私下跟他见面的证据就摆在眼前。还有，蓝田湾的项目书你一直放在家里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除了苏写意，
根本没有人有机会接触到。就凭这2点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。施总，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，我们只是交流了一些煲汤的心得。他说的话我还做了笔记，如果你不信的话，我可以拿给你看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什么都没有说过。苏协议，你自己信你说的这些话吗？施总，我相信协议。那天晚上，协议的确买了煲汤的书回家学习，他做的笔记我有看过，这一点我可以证明。那梁天湾的项目书呢？你也确定他没有看过吗？没有。你没看到，不代表事情没有发生。现在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他的清白。可是你也没有证据证明一定就是苏协议，不是吗？泽良，你我都很清楚苏协义开始进入欧曼的目的。施总，你难道不觉得这整件事情都有很多疑点吗？好，你不希望我说，我可以不说，但我希望你清醒一点。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。我很清醒。我问你，何江华为什么会和苏协义2次偶遇？他又为什么要故意在文章当中提到有人向他爆料这件事情？在这个时候，网上为什么会突然爆出他和苏协义见面的照片，还拍得那么清晰？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，像不像是有人在刻意设计？这只是你心里为了帮他圆谎而已。施总，不要感情用事的人是你。放在以前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查出这所有事情背后的可疑之处。反倒成了我的问题了。好，我是需要冷静一下。我最近太累了，我要好好休个假。不就是证据吗？总会找到的。阿言，回办公室住。阿野，我在家明明看了蓝天湾的项目，你刚刚为什么要否认？因为我相信你，我不想看到你被恶意重伤和猜疑。你真的一点都不怀疑我？谢烨，如果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了，怎么携手一辈子？